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我現在在愛達荷州一個叫做 Sun Valley 的小鎮。這裡不是大城市，也沒有許多科技公司，甚至都沒有自己的支柱產業。但是這裡的房價卻是全美獨一檔的存在。每年夏天，它都吸引了許多富豪前來度假。那距離 Sun Valley 有5分鐘車程的地方，有一個靠礦業起家的小鎮，叫做 Ketchum。大文豪海明威就在 Ketchum 小鎮度過了自己的晚年。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能夠同時吸引富人以及藝術家，甚至是見多識廣的海明威呢？那我們今天就一起走進這片區域，看看這裡有什麼別樣的魅力。走吧。我们先来到了 Sun Valley 的 Lodge 參觀，它是名人富豪們在這裡首選的下榻地點。歷史上，其是美國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滑雪度假村，見證了美國滑雪文化的興起。20世紀30年代，大多數美國滑雪愛好者仍將歐洲視為首選目的地，而 Sun Valley 度假村在1936年的開幕，就吸引了大批本土愛好者前來，讓滑雪逐漸從一項運動演變成為品味與身份的象徵。如今看到內部的裝潢，其實是精心修復後的模樣。2014年的翻修工程，盡可能延續了20世紀30年代的設計語言。深色木飾、暖黃色燈光，以及圍繞壁爐擺放的家具，都讓時間仿佛停在了1個世紀前。隨後，我們來到酒店的走廊。牆上的照片與肖像記錄着這裡與眾多社會名流之間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206號房間。海明威曾在這間房間裡居住，並完成了喪鐘為誰而鳴的大部分創作。走吧。真的好老气。喜歡嗎？真不喜歡。你喜歡嗎？還可以，只要找一間，要不要看看這裡？離開酒吧和走廊區域，我們來到了門口的紀念品商店。這裡的商品處處都透露着一股老錢的味道，沒有誇張的 logo， 沒有耀眼的設計，卻讓人一眼就感覺它們價值不菲。像這裡的餐具，做工都很精緻，高昂的定價背後超越了材料和做工的考量。小太陽 logo 本身就是一種身份符號。感覺怎麼樣？很漂亮。上百了是吧 ？Thank you。Here。拜拜。離開度假村酒店後，我們先去附近解決午餐，然後去旁邊的 Ketchum 看看。先吃飯了，是這家店是吧？On the left 左邊。走進餐廳，可以感覺到這裡的氣氛和鬧市街區完全不同。服務生彬彬有禮，食客輕聲細語。不過，舒適的工作環境背後，其實也隱藏着相應的代價。根據當地房地產數據，一套2居室住宅的月租金中位數已接近$3500。這裡的服務業從業者都住在30分鐘車程外的黑里。順便提一句，這裡的龍蝦捲裡的肉量是真的誇張。或許對於這裡的老闆來說，比起利潤，客戶體驗才是他們更在意的東西。接着，我們來到了這裡最具有生活氣息的小鎮 Ketchum。這個地方也是臥虎藏龍。小鎮常住人口只有3000多人，卻吸引了無數名人前來生活。知名的置業者有湯姆·漢克斯和施瓦辛格等。
很難想象，在一個田園小鎮真的能偶遇明星。我們先去了位於星巴克的訪客中心，在這裡我才知道這裡的房價具體有多高。根據業內人士測量，在2025年 ，Sun Valley 的房屋平均售價是290萬 ，Ketchum 是226萬，就連之前提到的黑利的平均房價都達到了驚人的95萬。對於一個以農業和自然資源產業為主的州來說，這樣的房價顯得格外不可思議。我接着翻了一下當地的民生手冊，當你真正在這裡安家後，你就能享受到上流社會所注重的生活品質。比如說，手冊羅列了當地44家知名農場，讓居民了解食物的來源，吃得放心。同時，政府也在大力保護當地的生態環境。愛達荷中部也是美國首個獲得國際認證的暗夜保護區。白天行走於原始純淨的樹林與河流之間，夜晚抬頭便是沒有光污染的璀璨星河。對於許多富裕家庭來說，這樣普通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種頂級的生活體驗。No, just looking for like the data points for this town. Yeah. Okay, great. Thank you. 我覺得這裡房子300萬不值。我不覺得值，你覺得值嗎？你300萬的房子一年維修要花好多錢。可能對有錢人來說不值一些。我們回到主街逛了一會兒，這裡的商品都和當地生活息息相關，有釣魚用具、戶外裝備、真皮大衣，甚至附近還有一間普拉提工作室。不過，最讓我震驚的是這家奢侈品買手店，裡面陳列的品牌就連大城市都十分罕見。哇，櫥窗看着就不一般。BB 的包，它這邊會打折嗎？應該不會打折。I really like that. 挺好看的。好看。Do you have the smaller size? No, that's the last one we got from Lord Piana, yes. We do have the other styles which are up there, and we do have the buckets right here. 这落油飘雅吗？对。時間撥回1939年，距離度假村開業3年後，建造 Sun Valley 度假村的鐵路公司為了提升這裡的知名度，邀請了眾多名流前來體驗。海明威就是其中之一。原本只是一場宣傳活動，沒想到海明威卻真正的愛上了這片土地。此後的許多年裡，他多次來到這裡，並在這裡完成了喪鐘為誰而鳴的大部分創作，也讓 Sun Valley 從一座滑雪度假村慢慢成為美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地標。獨特的自然風光以及遠離喧囂的生活環境，最終讓海明威於1959年定居於此。我們決定分別去拜訪他的紀念碑和墓地。今天就過來看自己把自己打中的人。哦，他是把自己打死了。對啊，他是開槍自殺的。哦。在海明威生前鍾愛的 Bigwood River 河畔，矗立着屬於他的紀念碑，碑上刻着的是他寫給朋友的一段悼詞，卻也像是留給這片土地的一封情書。值得一提的是，這座紀念碑與他的墓地相距6分鐘的車程，兩者並不相鄰。海明威去世5年後，他的好友們為了紀念他與這片土地深厚的感情，在這裡建起了這座公共紀念碑。站在這裡，眼前依舊是他深愛的河流、樹林和群山。現在在海明威的紀念碑後面，確實非常漂亮。
感覺在這裡他也確實得到了晚年的平靜。很可惜，還是沒有能避免悲劇的發生。我們接着來到了海明威所在的墓地。1961年，在心理與身體狀況持續惡化的情況下，海明威在 Ketchum 的家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一天，距離他62歲的生日僅剩19天。在最裡面吗？对，看看。这个吗？里面是很大的这个。有可能哦。在這兒，在這兒。他的長眠之地並不起眼，我們甚至花了一些時間才找到。墓碑躺在一片普通的墓園裡，身旁安葬着他的第4任妻子瑪麗·海明威。碑前擺放着鮮花、硬幣、圓珠筆以及其他來自世界各地訪客留下的紀念品，無聲無息，卻又承載着一代又一代讀者的思念。我還看到一個書迷來，這個祭祀的東西，大家帶好多酒啊，然後他在喝酒。只是沒帶旺旺仙貝啊。他又不會吃旺旺仙貝。上次不給張學良他們給了旺旺仙貝。因為我兜裡只有旺旺仙貝。Yeah, thank you to the city of Ketchum. And I want to thank our sponsors. This concert series is funded by individuals entirely and a couple businesses. May not be here yet from New York. Longtime sponsors. Thank you. 我們最後一個目的地是這座小鎮的城市公園，一起來聽一場免費的爵士樂表演。樂隊的主唱來自愛達荷州的 Boise。In July, our lemonade. 悠揚的電子琴聲、風格多變的唱腔以及低沉的大提琴聲，訴說着一個又一個動人的故事。聽眾們大多是老人，都帶來了自己的折疊椅來享受這場表演。樸素的場地就和房屋後院沒什麼區別。When we sway, I go weak. I can hear the sounds of violence long before it begins. I interfere, there's no one at all up above. There's none like the toll to shove. 其實有時候我也在想，人追求了一生的東西，最後也許並沒有想象中那麼複雜。不管是見慣了世間繁華的海明威，縱橫華爾街和硅谷的商業巨頭，還是穿梭在名利場裡的好萊塢明星，他們最終都來到了這裡。一張折疊椅，一場可以隨時坐下來的演出，和一座讓時間變慢的山谷，也許這才是 Sun Valley 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吧。